网友们，这期我来说说一点生活上面的琐事吧。我最近呢，在网上买了中国的电器，用阿里巴巴的那个速卖通。在这里，我绝对不是帮阿里巴巴做广告啊，因为我是最近才用它的。我原来知道有这个速卖通，一直没有用过。但是因为我家那个原来是个美的的一个电饭煲，已经很多年了，估计十几年了吧，一直没有坏。但是那个电饭煲对我来说太小了，我买的太小，而且那个设计我不太喜欢了，所以一直虽然可以用，但是一直想换一个新的。后来呢，我前2天在网上看见好像有个促销什么之类的，在速卖通我看见广告，然后我就在网上下单了。现在是这样啊，就是中国大陆有很多公司，它在欧洲设了仓库，也就是呢，你在网上下单，它发货呢是在欧洲，欧共体内部的，所以没有那个什么国际运费啊，没有关税等等，这个非常方便，我就在网上买了。我买的是这个，你看这个电饭煲，因为我确实不喜欢我家的那个老式的电饭煲了，我就买了这个。这个它是小米的，我也不是做广告，我绝对不是啊，我没有带货，我就买了这个。因为我喜欢它的设计啊，在网上看我看说是可以2到4个人的，但是我买回家之后，我发现呢，这个太大了，是3升的，有点大。我觉得如果是2口之家，要1.5升就够了，我认为啊，当然就勉强能够用，有点占地方了，没办法。好，我是14号晚上下单的，14号晚上，我今天中午就收到了，也就是呢2天多一点，在欧洲啊，可以说是神速了啊，因为大家可能不信啊，如果是在德国境内，如果你下单，有的时候可能3、4天，有的时候4、5天才收到货，而这个2天多收到货了，可以说是神速。下单啊，在网上，这个我觉得这个速卖通它的价格还是挺亲民的啊。比如说这个吧，我花费的是42.8欧元，人民币呢42.8，我看300多，不到400，300多，350都不到。我认为很便宜的，对我来说，在德国这个价格非常便宜了。后来今天有网友告诉我，他说在大陆有个某东，其实叫京东，说出来吧，没关系。京东上面149块就可以买得到，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啊。我在这里要300多，所以说啊，它是有利润的。其实呢，100多，我觉得便宜的不敢相信，因为这个我觉得啊，不管它是从设计来说，还是从质量，我认为啊都非常不错。我今天已经用了，我觉得不错。所以即使300多，我觉得买的非常值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德国这种东西呢，一种小东西都比较贵。我在网上看了，德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设计的，这么新颖的。我给大家看看德国现在在网上卖的电饭煲，不是网上店里也有，专门做米饭的电饭煲是什么样子。当然在德国是小众的产品，用的人很少，我就可以给大家看看。你看看德国现在还是这样的，这个是最简单的，还是应该是我出国前我们家就用了很多年的那种电饭煲，是最简单，只有一个功能，一个键按下去就煮饭了。而德国现在还在卖，也就是呢，可能德国30年一成不变这个电器。从这方面体现了，其实呢，像欧美国家很多呢，它是非常保守的，哎呀，用不好的词来说，非常落后。给我的感觉是啊，这几年中国很多方面发展特别快，很多方面真的已经走在欧美国家前面了。我说的欧美，绝对是欧洲还有美国，我敢这样说。比如说这种小家电啊，我上次回国，比如说吧，2、3年前我就在国内买了这种，你看带电池的，可以充电的小的风扇，当时在德国还没有啊。我带过的时候，人家觉得很稀奇这个东西，在国内应该是有多少年了？有4、5年了吧，估计还是更久了，不知道。而且你看，从设计啊、做工啊都非常不错，而且这种就是几十块钱还包邮的，好像我就是40多块钱买的吧，人民币，很便宜啊，我觉得。而且我觉得它做工啊、设计啊，真的非常非常不错。这种没有什么牌子，不是什么牌子的啊。
所以从这种小东西可以看见啊，就是中国这几年它的那个适用性这种创新啊，还是挺多的，就是适用的东西，小东西、小电器，很多都是在中国发明的。我发现现在啊，还有说到了，比如说电动方面的东西，这种助力电动车啊，这种啊，在德国也是没有像中国那样。中国我记得好像5、6年前我回国的时候，你看满大街都是大家用这个代步的，而在德国呢还没有完全普及啊，就是从去年开始才出现这种叫做什么共享的那种脚踏车，电动脚踏车。其他的真的电的东西非常少，绿色能源东西非常少。当然，这个绿色能源并不一定特别绿啊，像这种电池的处理，其实非常污染环境。所以我就不知道大陆到底是怎么样处理回收这个废旧电池的。这个废旧电池啊，是一个非常大的污染源。我今天就想啊，用这2个小小的事例来说明一下，其实呢，欧美国家在很多方面确实是落后了。我觉得是与他们的自大、保守有非常大的关系。毕竟呢，人家领先了100、200年了吧，或者是300、400年，所以他们从他们自己内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那种优越感啊，或者是觉得自己就是比你好那种感觉。另外呢，再加上他们的媒体呢，一般来说不会报道人家国外，特别不会报道中国那种正面的东西。所以让他们普通的民众啊，有一种自己呢还是很先进的感觉。如果不是特朗普打压华为啊，可能很多德国人或是很多西方人还是认为他们的科技很先进。好，被特朗普一打压，才觉得哇，原来中国的5G 已经领先我们了，原来华为的5G 我们少了它不行啊。即使现在美国禁止供应高端芯片给华为，主要是手机用的，但是华为啊，它还有很多5G 还有其他方面专利，它可以收专利费呀。这点美国没有料到，对吧？因为华为5G 技术就是比你领先嘛。好，再联系到你看看，最近1、2年来，中国在航太科技方面取得了很多的成就，所以让西方国家真的是刮目相看呢，不得不佩服中国这个所谓的共产党中国。在很多方面，科技方面已经领先了，这是实实在在的成就啊！所以你西方不得不佩服啊！我在德国知识社区里面，我发过一个动态，我说了，就昨天我看见德国《世界报》的一篇文章，它是一篇署名社论，说中国这火星登月技术无懈可击，可是呢，充满罪恶。你看看，这又是意识形态。美国可以登陆火星，中国就不行。中国登陆火星就是罪恶。当时美国登陆火星4月份吧，上个月，那个机智号无人机在火星上面飞，德国的媒体到处都报道呀，一个劲的夸奖啊。可是到了中国呢，说中国登陆火星是罪恶，什么呢？因为又说中国呢产生了太空垃圾这样那样的，好像美国、欧洲还有其他国家发射这卫星、发射火箭不会产生太空垃圾一样。其实呢，太空垃圾90%都是美国制造的。现在看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了，有些方面要超过它了，所以你看炒作这个太空垃圾了，跟那个新疆炒作一模一样，就是炒作什么呢？中国威胁论。以前是炒作中国什么呢？中国崩溃论。现在炒作越来越多是中国威胁论。当然，有的时候你看前段时间又炒作中国的人口危机，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，你看西方的媒体得了精神分裂，今天说中国崩溃了，明天又说中国威胁了，到底是崩溃还是威胁？你让你的人民，你让你们的读者去怎么去适应你的这个报道这种节奏呢？有的时候啊，我看见他们这样报道，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。我现在我是淡定了啊，我觉得他们这样的媒体这样给他们的民众洗脑，对中国发展反而是好的，因为洗脑能让他们更加愚昧，或是保持愚昧状态，对吧？而中国一天一天在发展，同时他洗脑这里的民众，另外呢，他批评中国，相当于当中国的反对党啊，天天督促中国啊，能够让中国一直往前发展，对吧？保持警惕啊。所以你看，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反对党，那就是外国。
西方国家就有中国的反对党，我认为啊，所以如果是从这个方面来理解，我们应该高兴才对，就是西方你尽可能去抹黑中国吧，中国也不会受伤啊，对吧？你抹黑中国，等于是你害了是你自己，你自己当鸵鸟，假装看不见。难道你这样抹黑中国，中国就不用发展了？相反，我觉得是你越打压越抹黑，那中国发展越快。你看，通过特朗普的打压，还有现在拜登政府加重打压，让中国人更加明白了，中国一定要自力更生才可以。而且今后我发现了啊，我在这里说多一点吧。德国呢，最近颁布了所谓的供应链法律，什么意思呢？它是要规定满足供应链这法律呢，要满足哪些条件？至少他们的媒体，德国的媒体这样说的，是针对中国的，是德国媒体自己说的啊，因为他要与美国要保持一致啊，对吧？你看所谓的新疆这个集中营或是强迫劳动的，它也包括在这个所谓的供应链法律里面。这个法律啊，今后不仅仅是对中国，还有对其他德国或是今后可能欧洲也会引进这个法律，就是他们看不惯的国家都把这个法律套上去，然后就可以打压那个国家。比如说现在德国利用这法律，可能要强迫大众汽车公司从新疆撤出去，或是撤资，不在新疆投资了。什么意思呢？通过这样可以造成新疆更多的人失业啊，造成更多人失业之后呢，社会就不稳定了。其目的是什么呢？搞乱新疆，就这个目的。哎呀，刚才从网购说来说去又说偏题了。这几年在德国的华人越来越多，主要是我们中国大陆投资的公司也越来越多，移民还有留学的越来越多，所以在这里其实生活还是挺方便的。越来越多的中国或是华人开的超市，几乎你想吃的东西几乎啊都可以买得到，就是说你要自己动手在家里面自己做啊。比如说像这个是老干妈，对吧？老干妈大陆人可能一般来说都知道。还有这个海天也是大陆的，海天这蚝油、海天酱油都可以买得到啊。另外呢，这个是豆腐乳也可以买得到。这个呢是什么呢？糯米粉，我平时有的时候用，我做粑我会做，我用它。还有呢，这个什么东西呢？统一泡面，但是在德国没有人围观我，没有其他人看见我吃统一的啊，它是广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出的，但是在德国买的，它下面的说明呢都是德语的啊，所以这些东西只要你有中国胃，你想自己做你都可以，当然可以去吃中餐，我一般不喜欢去，因为呢一个是中餐不便宜在这里啊。一般来说，一个菜可能要10几20欧元，15欧元左右吧。你要看你点的什么，有的可能11欧元，有的贵一些，大概是15欧元左右，再加一个饮料，那一般要超过15欧元的。2个人出去一顿饭可能就40欧元了。40欧元我可以吃很久了，大概可以差不多吃1个礼拜了。我们2个人，想想看，这个区别有多大？你去外面是一餐。我在家是可以吃差不多1个礼拜，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在家做饭，我做的东西我自己放心一点，我知道我放了什么东西进去。但是你去餐馆里面去吃饭，你不知道他放什么东西，而且他用的食材一般来说都是最便宜的，所以我宁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说来说去就是说，在德国，我觉得这几年生活，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，喜欢吃中餐人来说，生活是越来越方便了。而且在德国他们德国的超市呢，你去买很多东西，你可以回家自己也可以做中餐，就这样，所以非常方便。啊，我再说一下这个啊，我从国内应该是在淘宝买的吧，这个电扇，我带过来之后，每次我出国去旅游去热的地方，我就把它带上。带上之后，有很多人看见，他说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说是电扇，他们觉得特别好奇啊，因为他们没有见过这么他们说先进的东西。德国应该是去年才有卖，2020年，当时的价格应该是大概20欧元左右吧，100多块钱。按照这里的收入，其实也不是特别贵。
好，今天我的话题呢是在德国，我用中国这个阿里巴巴那个速卖通在网上买中国的电器说起。现在其实呢，有了网之后呢，非常方便，不再像我刚刚来德国的时候。好，各位网友，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